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国际政治专家方恩格。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持续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川习通话。就在立春这一天这个习近平很忙嘛，先跟普京通了视讯通话之后，后来又跟川普打了电话。但是这通电话其实还蛮重要的好，我们来看到驻美大使谢峰他现在就说，要坚持元首外交的引领，要把准美中关系发展的方向。2025年，习近平主席跟川普4次通话，多次通信，而且在10月韩国釜山成功的会晤，那在关键时刻为美中的关系巨轮校正了航向。那中国官媒甚至也提到了，这4月份他们不是要这个见面吗？而且川普是要到北京这边来跟习近平谈话。那华府智库主任也确实说习近平的表态有着明显的针对性，而且很强硬。他是在铺垫告诉川普等你4月来访时，要准备好就台湾议题来进行一次严肃性、正式的面对面讨论，因为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大家就说4月的川习会势必会谈到台湾的议题。好，那我们也看到日本评价川习通话，也警惕川普，说在4月访陆的时候倾向对中融合的路线。好，这是日本政府的官房副长官佐藤启说的，说美中关系的稳定对于包含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而言是极为重要。那另外一方面，川普急于拿出对华贸易谈判的成果，那日本对于是否会就4月的访华倾向融合路线也抱有一些警惕。好，不过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出手非常的大方，川普你要大豆，你要黄豆，我就买。他说拟增购买美国大豆800万吨。好，那当然就是在川普的发文里头看到嘛，这个陆方考虑在对美国大豆的采购量大幅的增加800万吨。好，这个消息一出随即芝加哥的大豆期货的价格就飙升，这涨幅一度超过了3%。好，报价来到每普氏尔大约是10.92美元，创下了近2个月以来的新高。川普当然很开心这大豆的区域也是他的选票区所以大豆就等于选票，这个是川普的一个大概的概念。好，但是我们要看到美国现在也启动了锻造倡议要阻北京稀土武器化。所以我们前面谈到2个人还是有通话但是该防的还是要防我们看到美国在4号召开了涵盖55个国际伙伴的一个关键矿产部长级的会议，那是宣告以锻造倡议的架构正式启动了关键矿产多元化的布局，那就是要抗衡中国在稀土等重要战略物资上面的垄断，把它变成武器化的风险。好，川普当然有说这是个历史性的计划，会结合由进出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元，还有20亿美元的民间私人投资，所以预期美国纳税人能从资金的贷款利息当中获利。好，那他的卢比欧他的国安这边的卢比欧就说了，全球关键矿产的供应高度集中在单个国家手中，那已经成为了地缘政治的杠杆工具。好，那当然他这句话单个国家是哪个国家我们也想嘛，三亚就是中国大陆，所以就被认为说根本就在针对中国大陆。好，那当然现在组建一个关键矿产的联盟，中国这边也有一些反应我们来看，因为华府宣布了嘛，要跟11个国家签署双边的关键矿产框架协议，还有一些 MOU 那这里头包含了阿根廷库克群岛、厄瓜多等等的。好，那中方这边的外交部发言人也特别讲说其实中方是反对任何国家以小圈子的规则破坏国际的经贸秩序。好，那现在也传出中国大陆有投资人秘密取得了 SpaceX 的股权。好，这是根据路透社的一个信函他们说美国的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今天针对了外传中国投资人秘密取得了这个 SpaceX 的股权，这是以潜在国家安全疑虑为由，那敦促五角大厦必须赶紧展开调查。
好，那我们再看到就是川普啊，因为川普这个人哦很特别，他其实现在已经到第2任期。那根据美国的宪法，他是不能再继续选举的。好，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他一定不简单，因为他对下一任期哦，他觉得他宝刀未老，一定还有很多想象。因此哦，他接受了 NBC 的专访，就被问到说会不会谋求第3总统任期时，我觉得他的说法也很特别哦。他说：“我不知道，但是这事儿挺有意思。不过我顺着你的话，给出你期待的答案，岂不太无聊，就太没劲了，生活也少了很多的乐趣。”确实啊，我们因为川普多了很多的乐趣这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好，那当然也看到2028年范斯还是卢比欧来接班呢。现在川普也说啊，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距离下一次的大选还有3年现在有2个人表现很棒，我不希望有争议我不希望有争论，或者我不想用争夺战这个说法。他说不会有争夺战。好，那我们看看他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有可能有第3任期。好，那再来看到川普在 NBC 受访也自夸政绩，他说啊，他接手了国家史上最惨的通膨，还宣布美国目前犯罪率正处于125年来的最低点。好，但是 NBC 的事实查核中心啊，也针对这些说法，认为有一些夸大之嫌，因为就业市场的真实的增长速度到通膨指数的变动川普口中的历史之最跟客观有很大的落差，那有些是他刻意夸大，有些是他弄错了资料的真正意思。好，但是真的不能惹川普因为像是波兰下议院议长批评川普不配有诺贝尔和平奖，哇，现在美国大使就决定要断绝跟他的来往就说因为他对于川普发表了荒谬且无端的侮辱。哇，动作很大而且看起来每次常常会不开心。好，就是不能让川普不开心嘛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川习会，好，那我们持续来讨论一下双方的态度。我们先问亮哥，这个大概是中方主动，而且先跟普京打完电话，然后又跟川普打电话，这有史以来第一次那俄罗斯是把习近平跟普京的那个视讯登在头版头，那2个人背后都有2支国旗所以这是很正式的对话。那我觉得他是刻意先让美国看到这个跟俄罗斯，他邀请他访问北京嘛，所以目前我们就是联手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再打电话给川普，这个姿态很明显就是我跟俄罗斯是好朋友。那我其实跟你的关系，我们是希望能够强化合作的关系啦那基本上是这样啦，就是中国大陆当然是希望，就是说这个美中俄这3个大国能够稳住国际的秩序啦那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因为伊朗现在有变数嘛，可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中国大陆他提了2句话，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中国大陆言必信，行必果，我会履行承诺。所以你看大豆买了嘛，非军用的稀土也出了嘛，那希望能够继续维持这个状况。那第2句话就比较有意思了，他说：“勿以用刘备的话了，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希望我们一步接一步。累积互信，把事情做好，最好做好事、做大事。那接下来就转进台湾问题。所以显然他是对美国这1年来台湾问题，国务院做的动作有意见我认为3公报已经都被挑战了，包括 AIT 开记者会支持台湾地位未定论，包括。美国国务院也有人说，2758号决议不包括台湾嘛，对不对？那最近军售，对，然后中方觉得你超过817公报的范围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说立场有点强硬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先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然后我再跟你讲，你有求于我啦，那我是会遵守承诺的。你今年要选举嘛？那你也邀请我8、9月回访，对不对？那经济方面我愿意给利多，大概是这个暗示啦。
可是你挑战对台湾的三公报，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啦，啊。那美国会怎么回应，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这个是第一次，尤其是把军售直接用那种话讲出来。他说希望美国务必谨慎处理对台军售问题，这个真的是第一次讲啊，因为以前大概都是讲一个中国啊之类的吧啊。那美国现在是这样了，因为川普今年共和党要选举，那众议院要拉台，购买大豆真的蛮重要的啦，因为豆农横跨几个州嘛，都跟共和党有关啊。那他也希望中国能够买能源嘛，其实这个也有空间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因为真的有选举的需求啦，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愿意对这个问题做回应啊？习近平事实上他也有他的需求，因为明年2027 3月两会，他可能要争取第4任了，所以他也要让人家觉得他有一天议题有进展，所以大概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啦，就是中美的合作稳定，加上台湾问题的定调，大概是这个方向了。那他愿意回馈经济上的承诺，这样。对啊，各取所需哈。好，帅将军怎么看？当然，这个跟俄国联手的姿态就很清楚了。你不要以为你超强独霸，我这边还有更多的实力，这是第一个。这个是秀自己的这个筹码嘛。第二个，习近平也不希望中美之间爆发任何战争，这种是大的冲突，所以他大使讲的维稳。那怎么样稳呢？那就是说，你不要在台湾问题上闪闪避避、模模糊糊。你要跟我谈，这是你避不开的话题，我们必须要谈。那么给点小的 favor 啊，大豆，因为这个大豆虽然不值钱，但是对他的选举有关系，所以我先给你一个 favor， 给你一个好处。那么相对的就是说，你美国不要再做些奇奇怪怪的动作啊，表面上要跟我和，骨子里面你又 AIT 讲那些怪话啊，又要增加军售啊，这些东西小动作很多。那么第三个就是说，稀土可以谈，我给你做商用的可以谈，但是你军用的我就有限制。这个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斗争里面呢，美国以前的军事上是超强独霸，但是这个稀土的这个限制呢，它整它的军武生产的升级就有受到问题。我们后来看它美国国防报告书里面，大概都是对传统武器的这个加强生产，但是你的6代机、你的新的舰只、你高音速的飞弹都可能有6到8年的空窗期，因为你稀土的供应量，你现在虽然是讲找了20几个国家，花了1200亿想去找矿源做生产，那毕竟还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美国的军武生产品的升级可能要迟缓，因为我看他后来国务院里面对所有这个军品的预算啊，就看得出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是两大之间呢，在互相交换自己的利益，交换自己的短板，这个互相在谈。所以很紧张的当然是日本啊，还有台湾。这个到底台湾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第一岛链的地位还要不要维持啊？或者是川普怎么样？那么川普当然有心去干下一任、第3任，但是现在不好开口。为什么？他还要等到他这1年做完他的民调，还有他修宪的可能性，所以讲的那2个接班人根本就不是他真正的意思。所以记者问他，是不是你问这个问题太可笑？不是太可笑，是他还在审时度势，看看有没有那个可能，有可能的话，他绝对会参与。真的是很厉害哦，他已经年纪蛮大的哦，真的是宝到位了。好，方律怎么看？好像目前呢，就是在今年2026年初，在这个时候，川普对一些外交或国际议题，他的态度跟从他去年上任以来是没有太大的
变化，就是说它还是以贸易为主了。那连跟在中美关系之间一样啊，还是以贸易为主了。所以习近平也知道啊，所以就答应说大豆多买，多买，那川普就很高兴了。那跟其他的国家也是还是以贸易为主啊，连这个C2这个高峰会，部分的是去风险化，那部分是贸易或把制造拿回美国等等，那也是经济问题啊，不是纯粹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也是跟经济有关的。所以川普他一样也没有提什么民主之类的人权等等，连跟习近平通话的时候也没有提这个东西了。他跟其他的国家的来往一样，也还是以贸易为主了。他贸易方面非常强硬，他没有什么让步了。他要跟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台湾好、日本、南韩，最近印度啊，昨天也有新闻说美国跟阿根廷有达成贸易协议。那川普一样都没有让步，态度都非常强硬。那这些国家最后还是几乎都是他们让步了。那川普就觉得我真的有得到很多东西了。所以外交方面，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我觉得至少从他上来到现在1年这段期间，他的做法态度，他把哪一些议题放在最前面，我觉得不管外部有什么声音，比如说国务卿 Marco Rubio，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非常抗中。我还是认为他这方面他跟川普总统有一些不同意见，他可能还是希望川普可以一直讲台湾，一直讲香港，一直讲西藏。那但是川普都不要了。那国会议员也是希望川普会讲这些东西了，那川普都不会。所以川普没有因为有这些外部的压力而改变他的外交方面的做法，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变化。而且我相信至少将来几个月可能会维持这个想法，尤其是因为他至少希望4月份去中国都是会很顺利。那以后中美关系会不会有大的变化？不排除。但是目前还是 Trump 是明显要保持这个很稳定的状态。对，因为毕竟这一年他们有选举嘛，对不对？然后4月要访中，然后他也邀请了川普要到美国。好，所以今年呢，对于川普来说，必须要稳住目前跟中国的一些情谊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澳洲现在让美国不开心了，原因是什么？来看一下，哇，跟我们有关呢，哈。好，说据承诺协防台海，所以美国的国会报告也抛了一个震蛋蛋。我们来看这是澳洲、英国、美国3方安全伙伴关系当中 ，AUKUS， 这美国原拟出售核动力潜舰给澳洲，希望借此来强化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威慑力。好，然而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最新发布的报告分析。美方的立场出现变数，好，当然就跟刚刚一轮所说的有关台海，好，原来报告公开建议由于澳洲不愿意在台海发生冲突时协防美国，好，所以美方应该考虑拒绝出售维吉尼亚级的核潜舰，改由美军自行掌控，那要确保这项尖端的战力能够直接投入台海战事。好，那但是现在川普呢，他对于很多的区域都非常的在意，他其中的就是中东了。好，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成为了川普眼中的刺，真的是非拔不可吗？好，那现在看伊朗外长是率团到阿曼，好，因为他们准备要跟美方谈判，周4晚上就已经找了这个代表团前往阿曼的首都，预计跟美国进行核问题的谈判。好，伊朗的外交部发声明指说伊朗始终认为有责任。透过外交手段来保障伊朗民族的利益，维护地区和平还有安宁。好，那阿拉格齐将直接跟美国中东特使史蒂夫还有川普的女婿一起来面对面交谈。那甚至还发文感谢阿曼的安排。好，所以他们马上就要进行谈判，大家也很关注后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白宫这边有先特别提到，
外交途径是川普处理伊朗问题的首选。好，就会密切的观察是否能透过谈判跟伊朗达成协议，但同时警告也说还有军事选项可以用所以先说我们当然是以外交手段为第一个步骤，但是我们还是有军事行动可以来做好，所以川普在伊朗这边还是有在集结军力包含军舰、飞机等等的，所以呢，大家说外交的手段在川普眼里其实也可以用军事来进行威逼啊。那看到美国政府也敦促这个美国公民要尽快的离开伊朗。好，但是这些都是一些讯号存在，还是要看他们在阿曼的谈判后续的状况如何。好，那美国跟伊朗重启核谈判，却不谈飞弹计划。现在外媒也曝光说伊朗其实在他们境内存在着至少5座的地下飞弹城，好，具备打击以色列全境的能力，所以推测这就跟伊朗强硬的立场，还有这个国家隐秘部署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前几天特别讲到嘛，美国到底打不打伊朗？原本说是上个礼拜天嘛，就看起来也没消没息的。那恐怕很多事情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单纯。好，那当然美俄的核谈判现在也看到，因为目前他们这个新削弱战略武器的条约在5号就已经到期了。那美国跟俄罗斯有说正在接近一个达成协议，希望他们接下来还要继续遵守这项关键的军备控制规范。好，那当然川普就说他对正式延长的这个条约表达一个保留态度，那跟其延长这份美国谈得很烂且被严重违反的协议，那不如让核武专家来开发一个全新现代化而且能长久维持的一个新条约。那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这边则是说如果华府能够展现建设性的态度那俄方也已经准备好来进行通话了。好，那这个通话跟美方还有俄方之间，我们看到这个核武条约已经到期了嘛，所以当然他们要持续的来讨论。但是美国的卢比欧他现在又抛了一句，我们要加入另外一个中国也要进来他说21世纪的军控协议如果不把中国纳入就没有意义了。他说因为中国的核武库存是正在迅速的扩展。好，中国被点到了当然中国这边也有一些说法，他们说美俄现在的新战略的这个条约已经失效了嘛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对此表达遗憾，那当然是呼吁美方积极回应俄罗斯有关继续遵守条约核心限制的建议。好，那他们的发言人也特别讲到，中国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所以无意跟任何国家来进行军备竞赛。中方的核力量跟美俄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所以现阶段不会参加核裁军的谈判。好，所以这个卢比欧什么事情都要加入中国，那中方也不甩你啦好，那当然看到古巴现在表示愿意跟美国来对话，但是随着燃料危机恶化，也在定预一个防御计划。好，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古巴政府嘛，正在为严重的燃料短缺做准备，所以总统说同时谴责川普政府的削减古巴石油的供应措施。那目前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也正做好准备，以防万一需要进入到战争形态。好，所以大家都很怕变成下一个委内瑞拉，尤其在拉美国家这边。好，那白宫发言人则说，川普其实是愿意跟古巴外交接触，然后说两国已经进行了外交对话。那至于王毅这边则说古巴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主权还有民族尊严。好，那当然凭借着不畏强权的精神，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帮助能量所以他们愿意提供一些的能力还有帮助来维持古巴的主权还有安全。好，那当然还是看到了一开始这个澳洲跟因为拒绝协防台湾这个美国的国会报告里头就讲到了这个事情。我们先问亮哥，我觉得这个，因为实际上帮澳大利亚造舰的是英国啦，所以我认为他管不到了，而且是澳大利亚要出钱呢，你不要赚钱啊，因为美国可能会负责攻击系统等等所以这个说说而已啦。澳大利亚跟韩国一样，他们都不可能介入台海战争现在真的
比较明显在表态是日本嘛，对不对？那我觉得美国对伊朗还是极限施压啦。那本来提出3个大议题嘛，就核武要去除，然后导弹要做限制，然后不得镇压老百姓啊。坦白讲，那个核武的自我限缩，还有不镇压老百姓，这2点伊朗都愿意谈。可是不能发展导弹，这个说不通嘛。你凭什么叫人家不发展导弹？那你叫以色列不要发展啊？那本来美国阿曼那个会他是不去的，那现在又让步了，所以我认为美国真的是极限施压，还是希望在谈判桌上得到让步。可是因为你本来的计划过头了啦，所以我认为美国也会退一点，因为2个重要的人都出现了，中东特使 Witkoff， 然后还有他的女婿，所以这个是玩真的啦，所以有望谈判各退一步啦啊。可是古巴我觉得难度比较高，因为美国要打古巴真的没有正当性啊。你要的条件是说不能够一党专政，这什么诉求啊？那你如果对共产党一党专制那么有意见啊，那你为什么要跟越南还有中国来往？所以你这个是什么正当理由呢？双标。如果他对委内瑞拉他讲了一堆嘛，那委内瑞拉真的有一大堆反对派啊，也为了石油的利益，而且也比较好处理啦，因为那个卡拉卡斯就在海边嘛。古巴其实蛮麻烦的，而且美国占领也无利可图啊，你要卖雪茄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奥巴马那时候就提了一个不错的计划，本来美国就要跟古巴正常来往了，川普给人家停掉啊，而且我认为古巴跟美国正常化到时候在古巴赚钱的公司多半都是美国公司啊，这样对美国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准卖委内瑞拉的石油给古巴是没有正当性的啦，所以俄罗斯一定会补进来嘛。我觉得这个古巴不可能这样就让步了，因为你提的议题无法处理啊，你叫我开放党禁啊，哪有人这样搞的啊？所以那至于那个核武啊，中国大陆本来就不进来啊。中国大陆说我600你6000，我们怎么谈？你6000减到600，我跟你谈啊，不然我6000增加到多少，我再跟你谈。所以中国大陆不会进来的啦。好，帅将军怎么看？首先我讲澳洲，20多年前我曾经参与过，那个澳洲那个时候向美国要买潜舰，是我们想搭便车共同采购，价钱会低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了解，澳洲的需求是传统潜舰，不是核能潜舰，因为澳洲在南太平洋里面，它是唯一防范的是印尼，它要争取南太平洋的霸权，但是美国是也一直在推它搞核能潜舰，那么就他逼得澳洲要参加反中的这个阵营，是澳洲不愿意，我又花钱又去负担这个责任，所以澳洲对你不卖核能潜舰没有关系，对澳洲没有损失，但是他可以跟德国买，跟法国买，跟日本买，就改柴油潜舰。对，改柴油潜舰，因为它的需求没那么大嘛。核能潜舰唯一优点就是可以跑到南太平洋，可以跑到南海，跑到一带一路、印度洋。那我去澳洲要这个干嘛呢？花钱还找挨揍啊，对不对？你去搞跟中国的时候，那挨打嘛。对抗。对。美国一直希望把澳洲变成它的一个军事前瞻的跳板。你看达尔文港，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因为关岛是独木难支大厦，将来会加强澳洲的这个经营，这是美国的战略发展，澳洲人不会上这个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这样。第二个，伊朗，当然美国在加强这个军事上的压力，不断的放话。我想，反正伊朗现在也没有发展出核子武器。他同意把这个高浓缩铀放到由苏俄来管制，但是非但你让他不做的话，他简直没有保护自己的能量。现在伊朗唯一能够稍作抵抗的筹码，就是他有很多的飞弹可以打击以色列。那美国这3个条件，我觉得不可能完全照着美国的讲法，所以飞弹这一项还有得谈，还有得谈。那么
另外这个核子条件，刚刚亮哥讲得很清楚，中国大陆现在400、600发，到年底差不多1000发，跟你6000发不能比。而且美国这个核武谈判很诡异的，因为它的义勇兵3呢已经50多年了，非常老旧的核能武器，核子洲际飞弹，它要推哨兵飞弹的话，又财力不够，太贵，所以他现在就出了一个花样，他准备把义勇兵3呢从单一的弹头改成3个弹头，那不就是等于增加了这个核子武器了嘛？那个时候你要求俄罗斯的飞弹也很老旧，俄罗斯有没有变成3弹头或者10个弹头的能力？可能没有，这是明显的占俄罗斯便宜，也明显的去占中国的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个核能限武条约根本不可能推下去。好，方律怎么看？有关AUKUS 这个计划会不会继续进行？我觉得的确这个国会研究处的报告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已经有很多专家说，其实美国还是有他自己的需求，那这个核能的造船的这个能力有限，不是无限的。那你把这个能力部分让给澳洲来做呢，就会等于会导致的结果是美国会有缺。那很多专家一直认为这个真的是要把这个考量放在最前面。但是刚刚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有讨论川普的外交政策，我说川普还是以赚钱经贸为主了。那川普他知道这个 AUKUS 这个计划，美国会赚很多钱，那谁会说服他取消？有可能吗？这就是美国这些军火商相关的造船公司会赚很多钱，会创造很多工作机会。而且其实讲得白一点，如果他幕僚说，总统，我们觉得这个核能潜艇不能卖给澳洲，因为澳洲没有答应我们，如果台海战争，澳洲会派兵协防台湾。那川普就会说，我也没有说我会派兵协防台湾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取消的可能性还是不大。我真的认为川普还是会以赚进这个钱为主了。那有关伊朗，我跟郭老师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因为我觉得对这个神权政治的最重要，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维持他们的政权。所以我觉得核武导弹有谈判跟美国有谈判空间，唯一没有空间的是镇压那方面了。他们觉得这是我们的内政，我们要镇压谁？我们不要让什么民主的活动崛起，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不要干涉。而且他们也知道，川普也很少会在不管是哪一个国家说你们要民主化，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重点是维持他们的这个政权了。所以导弹或核武这样就可以毁掉跟奥巴马时期的精神。虽然川普常常批评那个协定而退出了，但是很明显，伊朗还是有谈判空间。好，有不同的观点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昨天我们才提到立陶宛哦，在2021年的时候，它设立了台湾代表处，好，引发了现在后续的余波荡漾。好，现在他们的总理认错了，好，说当初不应该冲这么快，好像冲到了火车面前。好，现在哦还有持续的一些后续效应。好，我们来看到啊，现在中国是不是拿立陶宛在警告高市呢？好，现在有说修复要对华关系，立陶宛嘴上认错，但是还不够。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啊，立陶宛方面零零碎碎释放了一些改善对华的讯息，但是言行不一。好，位在多罗的海的立陶宛不可能感受不到中欧关系升温。好，那立陶宛必须要拿出更有诚意的行动，那实际纠正并且消除恶劣的影响。
当然为中方还有立陶宛关系正常化来创造条件。好，所以刚刚一轮不是讲了标题吗？是不是拿立陶宛在给这个高市早苗看呢？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啊，因为他马上就要投票了哈，2月8号，这个日本这边就要进行投票，所以川普在这关键的时刻发文了。他挺高市早苗，说日本人民不会失望，而且透露双方预计在3月19号在白宫会面。好，川普说日本是个伟大的国家，高市已经证明了自己坚强有力，而且睿智，是个真心爱护国家的政治人物。好，那现在呢，高市早苗到底对于选举上面会赢得多少席呢？我们来看看民调。日经民调说执政联盟有望赢到超过2/3的席次。好，那确实高市早苗最近在日本人气真的是持续高涨。我们看到连这个有阿萨比都被超车说他的宣传影片不到10天播放的次数就突破了1亿次。好，那当然这个不少的 YouTuber 直言这个播放次数感觉有点不太正常。好，因为曾经有一位这个是自民党副大臣的人士就透露，晚上观看这个 YouTube 的时候，几乎不断的看到高市早苗的影片，这出现的频率高到令人厌烦。好，那自民党在媒体的宣传费上面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庞大金额。好，这让一轮想到，这个之前选举也曾经有被揶揄过，或是有被批评过，他们对于金钱上面的这个投入实在是很多啊。好，那高市早苗在外交上面也是很努力，看到他跟尼泊尔总统也见了面这是尼泊尔总统来到日本。好，高市早苗这个表现了亲密外交。尼泊尔总统访日时过程当中，高市早苗也馈赠了，而且帮他披上称为半禅的日式短褂。好，那高市早苗也说，他因为右手这个受伤戴护具，没有按照外交惯例握手合影，但却又贴心的帮他披上了一件日本和服。好，所以这引发了很多讨论啦。好，那所以新浪新闻就写了一篇这是不是在表演亲密外交？说这外交怎么会降为成个人表演，为众议院选举拉票，让尼泊尔总统苦等。但在穿衣环节极尽殷勤，失重失衡的这个操作显得政治投机。那他也特别分析这种选择性的谦卑，恰恰跟涉台挑衅，还有推动军事扩张的强硬姿态形成了荒诞对比。说高市的表演型外交掩盖不了日本日益失衡的战略困境。好，确实这样表演型外交，之前我们曾经也在节目上讨论过因为他出席各大场合像是这个滑椅子找印尼总统聊天，还跟这个智利的总统搭肩交谈，那确实有一些这个部分是觉得不太适合。好，我们再看到了川普计划3月接见高市早苗，那当然美日的关系跟印太战略的布局也是非常受到关注，以及日本跟孟加拉也签署了防卫装备跟技术转移协定。好，那当然深化两国的一些相关技术合作。那孟加拉成为了第18个跟日本签署该协议的国家。那以及遭到歼15火控锁定之后，现在传日本的 F-15J 也要进行全面的升级。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看中国大陆现在展示了最先进的战机，包含了歼10C 它是有实战经验的，还有最新的歼35A 第5代的隐形战机。那中方空军81飞行表演队的歼10C 战机是设法制衡美国在印太战略中的一部分。好，所以有很多的讯息，我们先问的是亮哥来帮我们解答。这个立陶宛现在悔不当初嘛，因为拜登政府还有欧盟嘛，那个冯德莱恩那个时候就是说死他来干这件事，那后来开始后悔，这个成立台湾办公室嘛，他又把台湾改成台湾 Nice， 不是吗？那我们台湾花了好多钱啊。那现在呢，换成川普抽腿了，欧盟也抽腿了，然后他形容自己是跳到火车前面要撞火车了。所以中国大陆的意思就是，你就是要把该做的事情做了啦。所以我估计台湾办公室恐怕又要改名了啦，就比照欧洲的名称嘛，就是台北经贸代表处之类的啦。那这对台湾来讲当然是白走一趟了。
也让台湾知道这个国际的现实啊。那川普做这个动作，其实大概美国的情报也知道高市会赢啊，那跟台积电、魏哲家及时宣布3奈米要投资熊本，不是都一样，都是助选动作啊。那高市现在我觉得过半应该是确定了，那只是说他加维新会不会过2/3，因为过2/3，310席就可以修宪。哇，那这个争议可大了。那3月19号，川普已经预告了嘛，如果他真的有2/3，那我觉得他去美国就会寻求川普的理解，说日本如果要修宪，美国是不是可以支持啊？那这个是很大的改变哦，这个一定会牵动中国跟日本的紧张啊。那很不幸，我们台湾会挺过去了啊，因为赖清德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中日的冲突可能会升级，那也会卷动到台湾。我们会挺过去，挺到日本去，是不是？因为赖清德还是我们会挺过去这个波兰？大受鼓舞啊！看到高市早苗这个玩法这么大的成功，那赖清德本来明年就是要这样玩的啊，那不得了？那这个当然也国民党一个很大的教训啊。就是日本的在野党真的是没有存在感啊！野田佳彦我不知道他在干嘛，那从头到尾都是看到高市早苗的 message 啊。那我觉得一个政治人物是这样啦，他的 message 非常的旗帜鲜明。那第二个，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赌上去，这个选举，我觉得这2个动作都很重要。没错，所以国民党也要有这个决心啊，你的未来的诉求要非常清楚，没错，而且你要把自己的政治生命赌上去了，这样才是真正的决战啊，不然就会像立宪民主党跟国民党这样，就打了半天你不知道在打什么。其实群众都很多，可是高市早苗那边才有年轻人，那立宪民主党这边，我觉得都是组织动员出来的，所以那个声势是不一样。我昨天看到他在一个地铁站前面嘛。好多年轻人很早就站位了，所以那个气势真的起来了。那朝日新闻今天做了最后一个民调，高市早苗的内阁是57%，这个如果在单一选区是通杀啊，这是通杀的民调啊，所以反正就2天就知道结果了嘛。对，目前就是这样。好，一轮跑选举的经验哦，就是气势真的是最重要的。这个2天哦，也有可能翻哦，但是现在气势正高涨，看起来笃定了。对，将军，我记得在国民党在选主席的时候，我就再三强调，这个政党的竞选就是要旗帜鲜明的站出来。我再三强调，国民党最差的论述根本就没有办法号召你的党员。明亮兄讲的没错，高市早苗就是个例子嘛。对。第二个，我们讲的1010C、1035C，大家都很喜欢在看飞机的基本性能，哪一年出厂，第几代。我要跟各位讲一下，不管再怎么样，现在的空战是远距离超视距，飞机厉害在哪里？在你的雷达的改进，在你的飞弹、空导弹的射距跟精度，不在乎你是4代半5代，那个都不是真正的关键。是，所以大家说1010C已经很老了，怎么现在还在这里很活跃？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大陆已经在加强雷达的这个改进，跟武器的精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不会抛弃旧有的机型，但是它的作战性能会增加。所以这个问题常常大家都看偏了，一天到晚在算，6代机有几架，5代机有几架。事实上，作战的时候是靠距离。你像美国，它的这个义勇兵飞弹已经50多年了。它没有办法多在这个分导弹的弹头，它就没有办法增加威力。它现在要搞这个名堂。第二个，超高音速飞弹的防拦，你说我看美国今年的国防预算跟这个分布，他还把钱放在哪里？放在1000多发，这个要生产1000多战斧飞弹。战斧飞弹是也蛮旧的了，但是它用的最多就是战斧飞弹，不管在中东在哪里都是用这个。那换句话说，它要标3标6，因为它现有的东西来防范
因为俄乌战争他也给了很多，以色列战争他也消耗很多，他库存品就快差不多，他必须要赶做这些东西，他又做不出新的。这个6代机他没有预算，大战舰也编不出预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看出来，他维持他现有的装备的数量，所以我一再强调，他有6到8年的空窗期，就是你要稀土如果受到限制的话，它很难发展出。他现在的军力啊，已经跟中国大陆是平衡差不多了。是，好，我们最后问方律。有关立陶宛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本来就我有一点疑虑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台湾不管是总统、外交部等等，非常非常高兴。但是我那个时候认为，好，你最终的目标或你最终会得到什么？其他的国家会跟着立陶宛同意台湾代表处可以证明吗？那到目前为止，哪一个国家有？连美国也没有，不管是拜登或川普都没有同意驻美代表处可以证明啊。欧洲其他的国家也没有，东南亚国家不用讲，都不会同意了。加拿大、澳洲都没有同意了啊，然后呢，付一个好大的代价了，因为台湾政府答应我们会直接投资立陶宛科技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2亿美元，2亿，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你在立陶宛找不到2亿投资表低了，这个很多争论节目、很多专家都有说啊，另外有开什么10亿美金的什么信贷保证金给台湾企业投资，东欧包含立陶宛。那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台湾中小企业非常聪明，他们知道怎么可以低利率借钱，那不一定他们真的是把这笔钱去拿来去投资或购买立陶宛的。台湾真的要进口立陶宛的东西，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们我有低利率的钱可以借啊，他们就投资其他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我不用一个外国人讲这个东西啊，钱没有流进立陶宛啊。所以巧克力啊，对，那个时候很多台湾政治人物拍照，我们吃 Freedom Chocolate， 就有点像中国禁止日本海产，多少台湾政治人物拍照片说我们在吃日本海产，然后呢年底中国进行大规模军演的时候，日本政治人物有吃台湾美食拍照吗？也没有。